为了成为梦想的完美女性，年轻能干的女主管竟和一个帅气且经验同样浅的男同事签了秘密协议，一同练习让人脸红心跳的运动。这部剧展现了一群城市男女深陷爱欲无法自拔的生活。在一家婚庆策划公司，所有人都知道林子的名字，她才27岁就超越许多前辈，成了策划部的主管。工作时干练受同事崇拜，公司还有个闪亮新星，销售部帅哥上板。他和林子同时成了主管，都是公司的得力助手。但林子不喜欢上板自大的风格，视他为对手，暗中较劲。同事们总夸林子美丽能干，称她为完美的女人。完美的林子心中却有个秘密，她对恋爱可是个新手。林子一直对爱情抱有美好憧憬，梦想能够全心全意地奉献给最爱的人。但社会生活让她意识到，现在的都市男女正将双人运动视为谈恋爱的手段。林子不敢告诉别人她缺乏这方面的经验，特别是她心仪的摄影师斐山。斐山帅气迷人，是女同事争抢的焦点。那些经验丰富的女性总是大胆地接近他，这让林子又羡慕又焦虑。她心里默默决定，一定要赶快变成性感成熟的女性，好向斐山告白。晚上，林子跟好友们去了联谊，朋友们很快都找到了心仪的人，但林子始终未觅到心动的对象。联谊结束后，失落的林子走进一家酒吧，准备借酒浇愁，却意外遇到了上板。为了保持公司里成熟美艳的形象，林子硬着头皮坐到了上板旁边，轻松自如地跟他说话。没想到酒吧的老板阿金带着笑意开玩笑：“你现在居然能自然地和女性交流了。”在林子好奇的提问下，阿金就把上板的尴尬往事都说了出来。原来一直到高中，上板都是个忧郁的宅男，不敢与女生交流，连向喜欢的阿宝表白都不敢，甚至为了他一直保持单身到现在。听到这些，林子脑海中突然冒出一个奇思妙想：眼前这男生难道不是练习的最佳对象？才华与外貌兼备，性格又稳重，最关键的是，他和我都还是新手，不用担心被嘲笑。随即，林子用一种极为温柔的语气说：“要不要姐姐帮你变成真正的男人？”画面一转，飘子带上板来到了情侣酒店门前。刚开始还犹豫的上板，进房后突然活跃起来，像换了个人似的。反倒是林子因紧张变得有点胆怯，上板则不断向他施压，直至林子几乎要崩溃。林子突然放弃伪装，大声道：“对不起，我撒了谎，其实我也没经验。”听到这，已经狂怒的上板终于平静下来。为了帮彼此积攒更多经验，飘子和上板私下约定了，等另一半找到后就各走各路，不相干涉。这一夜，因为林子还没准备好，他们定下周末晚上开始第一次学习。从那晚起，一心追求完美的飘子开始提前学习各种知识，兴高采烈地准备迎接首次体验。次日下午，斐山邀林子讨论工作相关事宜，并多次表扬飘子的工作能力强。他坦白地说，是因为林子的项目才选择了这家公司。正当林子沾沾自喜时，斐山突然笑着邀他一起吃晚饭，但林子已经答应了上板一起学习实践，只好含泪向斐山婉拒，带着既紧张又激动的心情前往情侣酒店。林子显得十分紧张，而上板则显得很镇定，这让飘子在心里暗自感慨：这人真的是初次吗？在上板的带领下，林子终于成功跨过了那道门槛，变成了他梦想中经验丰富的成熟女性。他没想到迈出这步之后，首先感受到的竟是羞耻。他不由得担心，以后见上板时该怎么面对他。经过亲密之后，林子看上板的眼神里仿佛加了美颜滤镜，一举一动都那么优雅。林子回想那些温馨瞬间，不禁思考，到底是这次的相遇让上板在心中变得特别，还是因为和上板的相处太过难忘。从那之后，林子工作的时候更加自信，连工作效率都提高了不少。更有趣的是，斐山看到林子，竟然说她今天特别性感。林子听了，心里乐开了花。
原来这扇新世界的大门能带来如此巨变。随后，斐山又邀请林子吃晚饭，这次林子欣然接受了，二人还互换了联系方式。斐山离开后，飘子兴奋得几乎跳了起来，他这失态的举动被上板看到，随即背上板壁东压在墙上。正当上板要吻到林子时，他突然停下了，一脸宠溺地鼓励林子去约会加油。上板的做法让林子摸不着头脑，不过他很快调整心情，开始准备约会。接下来的日子里，林子总忍不住想，万一饭后斐山要带我去酒店怎么办？只谈过一次恋爱的我，如果让他失望怎么办？飘子向经验丰富的闺蜜咨询后了解到，单靠一次恋爱无法真正成熟，还得学会各种恋爱技巧。为了稳操胜券地赢得斐山，这次林子又放了斐山鸽子，和上板去了情侣酒店增长点经验。这一晚，林子决定和上板尝尝恋人间的那点小乐趣。经过了一次浪漫的情侣浴之后，林子觉得和上板的关系更进一步了。第二天上班，林子的策划部碰到了大麻烦，一个难缠的客人要求他们在极小的预算和时间内策划一场隆重的婚礼。这事其实做不了，但那客人跟销售部长很熟，部长觉得自己丢了脸，气冲冲跑去策划部狠批林子他们。正当林子忍无可忍，想冒险回应部长时，上板站出来帮林子解围了。口才了得的上板让部长哑口无言，气鼓鼓地离开了策划部。林子私下里感谢上板替他辩护，上板却把林子拉进怀里。上板看出了林子的不快，温柔地安慰他，你不必勉强自己，如果有人再来找麻烦，你一定要告诉我。上板的这番话给林子心里带来了温暖，他多希望时间能停留，让他永远靠在上板温暖的怀里。这件事过去后，林子陷入了深深的纠结中，他不再满足只是上板的陪练，而是渴望得到他更多的爱和关怀。到了下午，斐山又一次发信息约林子吃饭，此刻的林子已经失去了最初的心动，犹豫不决，不知该如何回复。下一秒，心急的斐山打来电话。正当林子和斐山通话时，上板突然出现，握住了林子的手。上板虽未言语，但林子明显从他眼神中读出了不要去约会几个字。他内心的小鹿立刻变成了狂躁的大鹿，让他慌忙挂断了斐山的电话。结果上板突然放开了林子的手，冷冷的转身就走了。林子心中燃烧的爱火却被上板时冷时热、忽远忽近的态度熄灭，他心里默默地感到失落。真傻，居然对这种人动心。我们只是打球的搭档，压根就没爱情。上次我们讲到，飘子和公司里的优秀精英上板签了合作协议，在找到理想对象前，两人常定期交流，互相为爱打气。但几次近距离后，林子对温柔优秀的上板越来越关注，已不能像以前那般自然对待他。那天下午，像平常一样，飘子迎接了一对定制婚礼的新人。新娘对飘子的方案很满意，而医生新郎则显得不太感兴趣，很快便急匆匆回医院工作了。新娘确定方案后离开，同事们开始讨论这对新人，认为新娘很幸运，年纪轻轻就遇到这么好的丈夫。飘子想到自己和新娘年纪差不多，却连谈场认真的恋爱都没有，不免感到些许沮丧。那个晚上，林子鼓起勇气答应了暗恋的斐山的邀请。约会时，林子和斐山偶遇上板和同事阿森，不知怎地，林子在上板面前感觉异常尴尬，就像是做贼心虚的女人。上板看起来一点也不介意，祝福斐山和林子有个愉快的夜晚。离开上板之后，飘子和斐山去了家日本料理店喝酒。斐山惊讶地发现，林子的防线坚不可摧，酒量很棒，难得醉，还主动买单，为情人付酒钱，这让他与他以前见过的女孩截然不同。他忍不住深情地告诉林子，你实在太完美了，我今晚不想让你回家。话音刚落，斐山就慢慢地吻上了林子。看着心爱的人慢慢靠近，林子突然想到了上板的脸，他急忙阻止了斐山。
找了个理由赶快离开了斐山。此刻林子明白了，他真正喜欢的是上坂。当林子冷静下来的时候，他已经到了上坂家，对吃惊的上坂深情地说：“我想见你，所以过来了。”场景一变，林子和上坂的火花重新点燃。接触上坂之后，林子明确了自己的心意，上坂是他钟情的对象，也是他想共度一生的人。亲近之后，林子突然想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纯情的上坂还念念不忘他的初恋阿宝，如果向上坂告白，他可能会断然结束他们的合作关系。哎，大家都对初恋念念不忘的合作伙伴，看来林子和隔壁组的阿明真是一对难兄难弟啊。等到上坂睡熟了，林子偷翻他的毕业相册，当看到阿宝的照片时，林子感觉雷声在耳边轰鸣，传说中的阿宝竟是他之前接待的那个新娘。第二天一早，飘子醒来时，身旁是上坂，望着心爱的人安静的睡颜，林子感到前所未有的甜蜜。两人刷完牙后，上坂留下了林子的牙刷在杯子里。飘子明白这是他邀请他再来的暗示，他感觉到自己仿佛被粉红泡泡包围。离开上坂家，他带着愉快的步伐进了公司，见到来试婚纱的阿宝时，心情好的一刻突然全毁了。如果上坂知道了他心心念念的女孩要结婚了，他会不顾一切去抢回阿宝吗？林子正想尽办法不让他们见面，这时上坂突然看到了阿宝，见他们相聚，聊得很开心。林子无奈，只得孤单一人黯然离开。下午，阿森和上坂碰上了来拍照的斐山。八卦的阿森立马来问斐山和林子啥关系，斐山只是神秘带暖的笑了笑。看到这情况，上坂忍不住严肃地说：“如果你只想找个人玩玩，别选林子，她不是那种随便的女生。”斐山不服气地说自己很认真，让局外人上坂别管闲事。这时两人正面对抗，无人占优势。晚上，林子约了闺蜜小圆，两人一起去了上坂的老朋友阿金的店里探听消息。阿金向他们透露，阿宝在学时不仅是校花，还是唯一主动和阴郁寡言的上坂交流的人。每次他称赞上坂笔记写得好，上坂就会乐意借笔记给他抄。老于情场的小圆直截了当揭露了阿宝的真面目，他实际上只是为了抄笔记。这时，阿宝与上坂一起走进店里，看到他们甜蜜的模样，飘子心里像是酸到极点，忍不住说了些不真心的话，开玩笑说他俩像情侣。没想到阿宝直接挽住了上坂的手臂，提议他成为自己婚前的最后约会对象。飘子的计划适得其反，只好落荒而逃。那晚他辗转反侧，无法入眠，头脑里一直浮现阿宝楼在上坂家的情景。犹豫了好久，他终于鼓起勇气给上坂打了电话，但电话没人接。在想他们可能在做些不可告人的事，光是这样想，林子都快心痛的发疯了。第二天，上坂问林子为什么半夜打电话给他，林子支支吾吾，不知如何是好。阿森突然插话，他向上坂透露，现在公司里人人都在传上坂跟阿宝的绯闻。虽然上坂否认了，但林子还是觉得心里很苦。转眼林子又要在上坂家过夜了，可他心里对上坂和阿宝的关系一直挥之不去，始终没法自在地面对上坂。上坂则是温柔地注视着这个仿佛在闹脾气的小孩般的女孩，他抱住了她，真让人想不到。林子本来焦躁不安，突然就平静了，她在上坂的怀里笑得很幸福。那个晚上，上坂和林子没练鼓掌，而是像恋人似的依偎着聊天。上坂特意调了假，邀请林子去动物园，这不就是约会吗？想到这里，林子拼命装作一脸镇定，掩饰内心的喜悦。正当他幸福爆棚之际，现实却无情地泼来冷水。阿宝找到林子，说暂时不想结婚了，要求撤销之前的婚礼计划。林子禁不住思考，阿宝取消婚礼，是不是因为他碰到了上坂？临走时，阿宝把一个袋子递给林子，笑着说，这是他留在我这儿的东西，麻烦转给他，他总是特别温柔，
原来整夜陪我，心里其实不愿意，但林子还是把阿宝的包递给上板了。看到上板掉落的是领带，林子忍不住爆发了极度情绪。只有他们两个孤立无援地待在同一间屋子，领带还忘记带走了，还能发生什么？除了激烈碰撞。林子气呼呼地掉头就走，只留下一个冰冷的背影给上板。看到这一幕，上板立刻追了过去，紧紧把他抱进怀里。但这次的拥抱已经无效，烦躁的林子用力推开上板。此刻上板误以为林子怕同事看到，所以拒绝了斐山，脸上的表情顿时阴沉了下来。最终他们俩没能把话说清楚，最后不欢而散。林子独自坐在角落发呆，斐山察觉到他失落的情绪，便主动坐到他旁边安慰。这些日子，细心的斐山一直暗暗注意着林子。我早知道他不开心是因为阿宝和上板。在斐山的温柔安慰下，林子放下心防，坦白自己已经爱上上板。就在此时，斐山突然提议与林子合作。他笑着说，利用我让上板吃醋吧，等你俩成了一对，我就自动退出。飘子很感谢斐山，但没接受他的建议。林子晚上向小圆吐露心事，小圆看不下去他一直这么低落，劝他要大胆去爱。在小圆一再的鼓励下，林子终于鼓足了勇气去上板家。他还没说出我喜欢你，上板家的门铃突然响了，大门这时候开了，宝哭着扑进了上板的怀抱。三人关系微妙，在狭窄的走廊对峙。这场秘密的合作与情感斗争，和初恋的激烈冲突即将上演。想着两人这感人的重逢和告白场景，林子觉得自己格外多余，忍不住泪眼汪汪地跑出上板家。上板本来想追出去，却被阿宝紧抓不放，哭着说话，我被男友给甩了，真的好孤单。此刻上板心里满是林子的容颜，于是他果断地推开阿宝，迅速朝飘子消失的方向跑去。一路上，上板脑海中不断回想与林子的美好时光。其实在公司，上板一直感觉不太自在，女同事们常常背后窃窃私语，随意揣测他是个情场老手。但上板心里明白，他不过是个单纯的像张白纸的纯情小伙。在那些总爱叽叽喳喳的女人当中，林子的存在格外显眼。最初，上板一直不喜欢那个总是高傲的林子，因为他那副轻车熟路的样子，总让上板想起学生时代的那些不良少女。当时的上板认为自己和林子绝不可能有交集，直至那个晚上，林子走进了阿金的酒吧，他邀请他一起去运动。起初，上板觉得有点荒唐，但他难以抑制心底的躁动，想见识一下林子完美面具背后的表情。两人迷迷糊糊地走进了酒店，上板终于看到林子高傲神情的崩溃。当林子恐惧地推开他，结巴着说出自己其实没经验时，上板心头一震。他意识到这女人和他一样，他们都是因为别人的第一印象被误放在了不该去的位置。后来上板和林子约定了互相学习的协议，每次和林子亲密时，上板感觉自己的心像在沼泽里逐渐沉沦。从未恋爱过的他没意识到这就是喜欢，还纠缠于对阿宝丹相思的情绪中无法自拔。直到那天，上板看到林子与斐山在一起走，嫉妒之情立刻吞没了上板，使得他对林子的狂热占有愈发加剧。这一瞬，上板恍然大悟，明白自己早已深爱林子，不想让别人抢走林子。重于阿宝，上板很快分辨出，对两个女人的感情截然不同。对阿宝只是年少时的迷茫与向往，而对林子是真挚的爱情。但上板担心林子真喜欢的是斐山，只好与林子保持一定距离。回忆至此结束，上板终于赶上了飘子，却见到林子靠在斐山身旁。那一刻，上板意识到自己还是晚了一步，只得失望地转身离开。上板不知道的是，林子只是因为穿着高跟鞋扭了脚，正巧被路过的斐山搀扶。斐山身上有种天然让人放心的魅力，只要和他在一起，林子就能暂时忘却烦恼。在他们道别的时候，林子忍不住笑着告诉斐山，
今天真是倒霉透了，幸亏有你帮我解围。斐山对着林子的背影大声说：“那你就跟我在一起吧，我不会让你伤心，我会让你真正幸福。”斐山不急着要林子立刻回答，他只希望他能把自己和上坂比较一下，即使最后林子不选他，他还是像平常一样做林子最坚强的支持者和好朋友。那晚林子整夜失眠，他明白自己得在斐山和上坂中选择一个。到了林子和上坂约好去动物园的日子，尽管上次见面不愉快，林子仍然决定履行约定，就像情侣通常会做的，和上坂约会一次，最后一次感受上坂的柔情。他们一起喂食长颈鹿，享用林子自制的便当，感受前所未有的幸福。离别时刻，上坂问林子下次何时聚，林子笑答：“我决定和斐山在一起了，以后咱们别见了。”原来林子经过一夜深思，既然上坂有了阿宝，他决定让上坂追寻幸福。林子原本想笑着告别，给上坂留下个成熟帅气的最后印象，没想到上坂一把把他抱进怀里。林子沉醉于上坂怀中的温暖，不由得眼眶泛红，但他还是坚决推开了上坂。既然选择了斐山，就不能在两个男人间犹豫了。飘子与上坂恢复了普通同事关系，在公司相遇也只是礼貌性打招呼，可命运却跟他们开了个玩笑。那天下午，居然领导安排林子和上坂演练模拟婚礼，这时候说不显得没底气，林子只好勉强答应。虽然知道全是演戏，但试穿婚纱时，林子不由自主地想，真希望能嫁给他。突然，飘子被婚纱裙摆绊了一跤，直接跌进了上坂怀里。隐藏在旁边的斐山看着林子和上坂火花四溅，不由得叹了口气。俩人一换完礼服，斐山就从暗处走出，当着上坂的面带走了林子。晚上，林子带斐山去阿金的酒吧见她闺蜜小圆，三个人聊得很开心时，阿宝走进了酒吧。林子看到阿宝的无名指上戴着以前的婚戒，便问起他最近怎样，得知上坂帮他恢复了婚约。飘子稍感意外，此时阿宝忽然锐利地指出，林子其实未曾放下上坂，他选择斐山只是在逃避真心。离开酒吧后，林子突然主动牵起斐山的手，他不想为自己的选择感到后悔，也不希望让斐山伤心。而当斐山轻轻吻向林子时，林子不由自主地流泪了。斐山明白，他能留住林子，却留不住他的心，轻声对林子说：“对不起，我无法让你快乐，我们分手吧。”斐山能给林子最大的爱，就是让他回到上坂的怀抱。在斐山的劝说下，林子终于明白，选错只能让大家受苦，于是笑着对斐山表示感谢，感激他引领自己这个笨拙又固执的人，终于蹒跚地找到了爱情。一转眼就到了模拟婚礼的日子，林子穿着漂亮婚纱坐在上坂旁边，感觉一切都像是美梦。婚纱照拍完后，上坂突然抓起林子的手跑向阳台，一把他抱进怀里。看到林子穿着婚纱，上坂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想到这么美的林子将成为斐山的人，心里就像被撕裂般疼痛。上坂郑重地向林子表白，自己已深深爱上他，愿意永远不与他分离。飘子也激动地紧握上坂的手，深情地向他表白自己的爱意。虽然两人穿的只是公司产品，却宛如真的新郎新娘。周围是粉色泡泡环绕，然后上坂和林子来到模拟婚礼教堂，为对方戴上了结婚戒指。在朦胧的教堂阳光下，上坂亲吻了林子的唇。大团圆结局，对斐山而言，爱意味着帮助、指引和温柔，有时候还意味着放手。他虽然赢得了心爱的林子，却为了他的幸福选择了放手。其实很多时候，放手比占有更显勇气。你觉得这部剧情经常剧烈波动怎么样？偶尔温馨的剧质予多少分？快在评论里告诉我吧。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你们的支持是小玉更新的最大动力。接下来我们一起看剧吧。